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流年犯太岁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每一年呢，它都会有几个属相犯太岁。那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一讲乙巳蛇年对属猪的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我们都知道，12地支四害相冲。那么四害相冲，它这个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对抗的能量，所以呢，对属猪的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今天呢，就着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属猪的到底怎么犯太岁如何的去化解。那道长这一段可能也到了这种年末岁初的时候了。跟您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您在提犯太岁这个话题。但是在听你讲的过程中呢，我听你讲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有值太岁、刑太岁，这个还有克，还有破，是吧？对。那这些不同的表述，它分别代表了什么不同的意思呢？或者说这些不同的像值太岁、冲太岁，有没有这个程度的不一样？哪一个更厉害，哪一个更轻一点呢？我们从字面上来分析啊，从中国的这个易经里边，这些地支都会有这种刑、冲、克、害，还有呢，这个比如说有的是合，这个合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从字面意义上来分析，你比如说克、害、刑、冲，一定是不好的。那么冲太岁，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属猪的，那属猪的犯冲，四害一旦犯冲，冲是什么意思呢？冲撞这个比如说这个有的组词里边冲塌、冲坏，这个犯冲它的能量是很大的。那一旦的犯冲，它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今年甲辰年。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到这个乙巳蛇年，过了立春以后才叫乙巳蛇年。那么今年这个甲辰年，它犯冲的属相是什么呢？狗。那么我们这个可以自己回想一下，如果是属狗的这个朋友，在今年他都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不顺的现象尤其是犯冲，它的能量很大，所以它犯太岁也会很厉害。那属猪的，它乙巳蛇年，它就会和属相属蛇的犯冲。那么什么是刑？刑是刑罚的意思尤其是犯刑的属相，你比如说乙巳蛇年，这个属虎的就犯刑。那么明年属虎的一定要注意有这种口舌是非，轻的呢犯小人。领导穿小鞋，那重的极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官司、牢狱之灾。所以大家这个不要小看了这些犯太岁。所以为什么我一再说犯太岁、犯太岁，怎么去化解我们后面这些都会详细的去讲。那我们继续说一说这个属猪的吧。刚才我们讲了大概的这些情况。那么在蛇年冲太岁，它因为它的对抗性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属猪的这个人呢，他在整个的这个25年，尤其要注意他对他的生活、事业、财运、健康这些领域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这些变故。那么为了帮助这个咱们属猪的朋友能够平稳的去这个度过这个冲太岁这一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这个25年属猪的人的这个运势如何去化解还有它一些具体的这个方法。好，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这个免费的一一解答。好，我们继续
那么说起了这个冲太岁这个年份呢，伴随着这个变化，这个它会受到一些这个冲击啊，对属猪的四害它相冲，尤其是它在什么呢？这个阴历的这个4月和阴历的这个11月啊，这个冲击力会非常的大。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突如其来的一些那个工作的调动、家庭的矛盾的一些升级，或者是财务上的一些危机。所以说，属猪的人在2025年特别要注意这个生活当中啊，它的这种各种变数。那道长，这种变数可能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讲的？因为他在这一年属猪的。它在这个八字上，在地支上，它处处都是，它不是一个协调的、和谐的状态，对，是一个互相顶着的。我们理解这个冲撞冲撞嘛，对吧？对，它是互相顶着来的，所以说它就是这种原因，它会造成生活呀、事业呀，可能就是时时刻刻都充满了这种变故。对，就因为它这种冲太岁，所以啊。这个在他的生活各个方面啊，尤其是事业、这个财务方面，啊，这个还有健康，都会有这种重大的这种这个波动出现，啊，尤其是格外这个冲太岁，它会更加加剧属猪的人这种心理的压力，还有会导致他的情绪波动不稳定，心态失衡，严重的可能会有那种得抑郁症，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属猪的人还会受凶星这个岁破星啊和这种灾煞星和这种伏尸这种干扰。那这些星象预示着会在财务上面的损失、健康隐患和人际这个关系啊矛盾风险的这种加剧。那么还有一些意外事件的这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属猪的人呢，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碰见这种情况会无所适从，会非常的惶恐。那总的来看呢，冲太岁会导致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下面呢，这个会遇见哪些常见的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一，这个婚姻不顺，家庭不和，或者是外遇有第三者插足，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经常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冷战呐、婚变呐这种情况。那么还会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错失一些晋升的机会啊，尤其在事业上。工作不稳定啊，吃力不讨好啊，还会常遭到一些小人的这种作祟呀，领导的打压呀，这些情况可能就莫名其妙的就会发生到自己头上。还要注意一些，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支出，你会发现这年支出和收入它不成正比，而且常常会亏损。一些投资会被套牢，啊，这个收支和这个开销不平衡，所以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啊，一定要注意。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各种事情呢，这个不顺啊，机会受限啊，投资失败，债务爆发啊，甚至一些这个。总觉得好像这个别人做的事情都比自己好，啊，或者说自己做的这个事儿呢，领导总是挑毛病。健康方面呢，还会有这种体质变差啊，日益操劳或者遭遇到一些这个伤害啊，这个血光伤灾啊，或者是腿脚啊，尤其。这种精神类的，总感觉好像是特别的疲倦。到家里边，这个睡觉也睡不好，也睡不着，
啊，这个会感觉这个工作呀，这个家庭琐碎的事物处理上面呢，都会感觉到这种非常的疲倦这种。这就完全形成了一种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对，这就是这种凶星作祟啊，加上这种冲太岁的这种影响，会给这个属猪的人啊，在这一年会带来感觉是身心俱疲的这种感觉，还有这个口舌官司缠身。这一年冲太岁还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口舌是非不断，啊，祸事不断，遭遇小人，被陷害打压，甚至严重的牢狱之灾。所以在各个方面，我们这个都会容易感觉到，就是这个心情啊，这个烦闷和负面的这种情绪啊，会被这些这个不好的这种磁场和影响，导致心情的这种非常的低落。那道长，其实我也注意到啊，以前我们在聊到交流一些关于犯太岁的话题啊，就往往一旦这个遇到犯太岁的这个年份的或者这些生肖的朋友啊，他往往都会遇到很多比较类似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因为比如说这个您一直提到心理健康的问题，对吧？那当你遇事不顺的时候，大家肯定不管你是什么生肖的，我相信大家心情都会受到影响。严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出现您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出现这种不健康的，甚至心理疾病，是吧？那有很多问题是类似的。但是我刚才听你在讲这个，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生肖属猪的朋友的时候，我发现您在里面明确的提到了，可能就会有不好的灾祸发生。那这在跟您的交流中，我觉得就是能用这样的字眼，而且讲的这么明确，就是有灾祸要发生。那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属猪朋友的这个生肖的问题呢，还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还是这个相冲太岁的相冲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呢？我们都知道啊，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就是犯太岁，尤其是像这种冲太岁、值太岁、刑太岁的，都是非常的这个严重的。但也并不是说啊，所有这一年冲太岁、犯太岁的都会出现这样啊，肯定都会坐牢，不一定。为什么呢？前面刚才有句话啊，每次开上场白我都会说啊，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如果他家里的风水调好了，哎，再有一些化解的方法，还真不一定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相冲的这种能量，这种剧烈的对抗，肯定是对这个犯太岁这些属相是不利的。那不利的，那我们尽量的去给它这个化解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刑冲克害这种都属于犯太岁，那犯太岁就会有不好的事情。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节目，给大家这个讲一讲？有时候好像有些年份你觉得特别的不顺，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能很详细的给大家来解释什么是犯太岁，哪些年份对你不利，哪些年份对你非常好。好，那个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么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属猪的朋友在2025年乙巳蛇年这个在犯太岁的问题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然后呢我会给大家一一的免费解答好，我们继续讲讲这个乙巳蛇年这个属猪的人的这个运势包括呢给大家讲一讲冲太岁怎么去化解这方面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先说说这个属猪的这个事业。那事业的呢，你比如说这个25年属猪的人呢，在事业方面他这个波动也会比较大，
因为它冲太岁，导致职场环境它会变得比较复杂。那么属猪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这工作压力倍感增加，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方向的迷失，再加上领导可能给的任务啊完不成啊，会受到领导的这个训斥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凶星方面呢，有这个灾煞星啊和这种岁破星的这种影响下，它也会造成了属猪的人啊，他的这个工作中容易造成沟通不畅啊、误解呀，陷入这些困境。所以说呢，这个尤其是从事管理岗位或者是团队合作的这个属猪的人，这方面呢一定要警惕团队内部的一些意见啊，它这个分歧和资源这方面的一些冲突啊，因为做管理的也不容易啊，因为管理那么多人，当领导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个因为在这种职场的这种环境，实际上都充满了挑战。你如果做不出成绩，可能就会被其他人给代替了。所以属猪的人在这一年25年啊，也是有机会通过来调整应对他冲太岁的这一些影响。那么这一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提升自己的这种专业的能力啊和团队的这种协作的这种能力，避免因为个人的失误啊造成了这种对你的这个偏见呐这种影响。这个那刚才道长，您看您专门强调了一个这个，在明年我们属猪的朋友，尤其是管理岗位，还有这个团队协作，对，那我就想到了社会上很大很大的一个群体，现在这个随着咱们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个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对吧？每一个创业的团队，每一个出去创业的人，你看，作为一个创业的这个发起者。他既是一个团队的领导，他又要负责他这个创业团队的整体协作的问题。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关注我们这个话题的里边，这个在已经创业和有意于创业的朋友，我相信也是比较多的。那对于这个群体，是不是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在这一年里边的一些？对，所以说呢，就是像尤其是这个25年啊，尤其是属猪的。这个要建议有这个属相的人一定要保持这个低调，避免参与这个职场中的权力的争斗，好好的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免因为小人这个作祟导致更大的这种损失。咱们一提到职场的时候，小人犯小人这个几乎是次次都要提到。对，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小人呐，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多坏，本质上有多坏，不是，而是说什么是小人，什么是贵人。小人是只要是跟你不对的人，给你下套、使绊子的这种人，给你挖坑的这种人，我们都称为是小人。那只要是帮助他也未必就是一个，他未必是个坏人，就是在生活当中，也许他是非常好的。家里边他又是个好父亲呐、好丈夫啊、好儿子呀，在这个朋友里边他是非常讲义气的呀。当然，可能在工作当中，同事都是处于竞争的这种状态。这个在利益面前，他会用他的一些手段达到他自己的利益，从而让你受到一些损失。这个对于你来讲就是小人，那不见得是坏人。那我道长，我理解就是，那对我的发展不利的，他就是小人；对我的发展有帮助的，他就是贵人。对，哪怕这个人在外边是黑社会、地痞流氓，他在你需要的时候，他能帮助你，对于你而言，他就是你的贵人。哪怕他社会上他是很坏的一个人。对你只要有帮助，他就是那这样一来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难度啊！什么难度呢？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小人，他就您刚才讲的，他可能日常是一个还不错的人，那在职场里边，环境本来就复杂，现在小人呢，又不是咱一眼就能看出来，哇，这个人就是品行不好，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对。那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怎么去避免，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替我们去，当我们自己的分辨力不够的时候，怎么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容易解决。第一呢，我们这个尽量的低调，在犯太岁的年份尽量的低调，不与人去争权夺利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好，为什么有的犯太岁他就会这一年会很顺，不一定都是特别不好。为什么有的这一年就特别的差劲啊，各种不顺，各种问题。那个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又见到我啊，告诉我他说，哎呀，感谢大师，今年这个犯太岁，你帮我做了做这个化解太岁的法事啊，去拜拜太岁，今年特别的顺。但是他的那个同学朋友们，这个一聊天，因为他都是一个属相嘛，一聊天说，哎呀，今年这个不顺呐，那个不顺呐，有的说是赔钱了，有的说是工作这个总是不顺，领导总是批评，啊，有的说这个还受伤，有的还有做手术的情况，就各种问题。他说，真是我现在真是感觉到这个拜太岁啊，化太岁、化解太岁这个法事做得非常的值。所以说呢，这个化解方法，用这个道家的这个去拜拜太岁啊，把太岁化解这种不好的情况给它化解了，就能相对来说比较顺。拜太岁实际上就是说，太岁星君可能在这时候跟你会有这个不一致呀，我们说的相冲相克的情况。对。但是你主动的去用咱们世俗的话，就你主动的去搞好了和太岁星君的关系。对，那实际上对你是有帮助的。对，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太岁，我给大家再讲讲太岁吧。这个所谓的这个太岁，每年的犯太岁，大家都觉得，一听说这个犯太岁，觉得很可怕。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它是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60位有名的历史上的人物。然后呢，这个民间呢就把这60位呢给奉为太岁星君，60年为一轮回，每一个太岁星君值1年的这个太岁。每年都会变的。每年都会变，轮值。你比如说是今年的这个甲辰年，甲辰年就是李成大将军他来轮值，就类似于我们这个公司里边的轮值董事长。他就是老大，他今年他说了算，一切都得听他的。你要和他对着干，对不起，那肯定给你穿小鞋，这不好那不好，轻的犯小人呐，破财重的血光伤灾甚至牢狱之灾这就是犯太岁。所以说呢，这个太岁星君呢，我们要这个拜一拜。那25年马上就是吴隋大将军。要执掌天下大事他就是我们的这个董事长，他说了算，所以呢，最好的去拜一拜吴隋大将军，历史上就还有很多包括管仲可能知道的人比较多一些，他原来是一个宰相嘛，对，这个都是历史上的这些有名的这些人物，这个轮流当领导，就是我们每一年呢。要去拜一拜领导这个尤其是在立春之前都要做这样的法事，这样呢，你这一年才会更顺。就是为什么在立春之前呢？因为这个每一年的这太岁星君，他这个轮值交接的那个点是在立春那一天到立春那一天呢，李成大将军先休息休息，然后呢，吴隋大将军。正式上岗上班了，他就是太岁星君。那我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我听道长您这个在讲到的这个犯太岁包括在和一些朋友沟通中提到的这么多。那实际上我理解的就是，那你看，马上太岁星君又该换班了。那我们既然是拜太岁，做好这个关系，那肯定是把这个时间放在换班之前嘛。你总不能这个新领导都已经
上岗几天了，您还没想起来这事儿呢。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限制的。对，对，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限制。所以说，尤其是像这些就是犯太岁的，就刚才我们讲了刑冲克害的这些这个属相，我们尽量的去做一做拜太岁的这个法事。那么我们还继续来说说这个属猪的吧。属猪的，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创业经商的人来讲，那在25年这一年，一定要坚守一个字稳，稳字当头。这样的话呢，不要去冒进和盲目的去这个发展，要关注这个市场的变化，采取灵活的这种措施和对策，那对你这一年的这个事业也会有所帮助，或者能找到你事业上的一个这个突破的一个发展点。那还是咱们说的吧，因为你的八字和这个太岁相冲，那你凡事就还是得低调稳妥为上。对，所以说呢，这个在25年，那属猪的人，他这个运势上呢，会尽量的就是说，这个要在投资方面要谨慎不熟悉的行业千万不要去投资有一些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东西，你比如说股票这个期货这个比如说这个数字货币这些年数字货币是比较火，尤其是比特币所以它的这个高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投资在这方面呢一定要谨慎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人际关系方面吧，人际关系方面如果搞不好的话，也会容易造成这种财务上的这种损失尤其是凶星、灾煞星和这个伏尸星的干扰下，这个属猪的人还需要警惕贷款担保引发的这方面的经济纠纷。是不是也包含比如说朋友之间互相借点钱呀？对，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这个句话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犯太岁的这个年份，我尽量的做到什么呢？不要玩股票，这个高风险的尤其也不要往外借贷。你这个犯太岁的年份，一旦你往外借贷，或者是碍于情面或者碍于这种高的这种回报率你投进去了，几乎可以说你是收不回来的。哇，风险太大。对，风险非常大，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做一些适合我们的这些工作这个用保守的这种方法去理财这种策略，因为它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全性的，避免了高风险的投资，以免贪图这种短期的这种利益而陷入财务的危机。所以说属猪的这个人呢，要合理的规划你的日常的开销不能因为你这个过大开销，入不敷出整天的比如说买这个奢侈品一个包包可能几万十几万那你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那这就不太好，尽量的避免这种过大的这种开销。那刚才道长您讲到这个对外投资呀、借贷呀，我大概听懂了，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投资行为。比如说我买一些短期的这种利息很高的一些基金对吧？或者说参与了一些不是那么有点擦边的那样的一个民间借贷那这些还是一种经营上求利的行为。那我就在想，如果在这一年，那如果我不是去追求利益的，就说我不是为了赚钱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对吧？道长您跟我说了，最近我这个需要办一件大事儿朋友之间能不能借点钱给我？那对于这种我不是去追求利益的，不是去想着赚钱的，我甚至是想着去帮助朋友的，那朋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借钱，在这一年会不会风险也有很大？我告诉你，风险一样是很大的。刚才不是讲了，尽量的不要往外借贷，哪怕你就是不要利息这个借给朋友，
可以告诉你，在这个犯太岁的年份，几乎这个钱是你要不回来的，一定要不回来的。就是我不是去逐利的，但是风险也是一样的。一样，一样非常的大。所以说呢，这个整体上啊，就是属猪的在犯太岁这个年份呢，财运是不佳的，有可能会通过这个朋友啊，这个贵人方面，哎，能来缓解你的这种财务上的一些这个困境，但还是呀，要找一些这个信赖的这些朋友啊或者亲人啊多沟通，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你去决策之前，是要更谨慎一点，对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啊，对，多听听大家的这些建议啊，寻找新的这种财务的增长点啊，不要盲目的投资，也不要随便的借钱。我昨天呢，正好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赵本山的一个小品，他这个地方呢，他那个房子拆迁了，赔了几万块钱。然后呢，这个一说呢啊有钱了，他老婆来了一句，那还不够借给别人的。你说这个什么他小舅子借呀，这个亲戚借呀，那个亲戚借呀，最后还不够，高兴了一半，然后呢，就高兴不起来了。有些这个钱啊，救命的钱，真是非常亲的，那该借也得借，哪怕是在犯太岁的年份。你收不回来，因为那是救命的钱，啊，从道义亲情方面还是要借的。但是如果他是投资的钱，他说这个比如说你亲戚，或者说就包括是亲儿子，说我这看好了这个区块链，或者说这个股票我要投资，你给我拿个100万，千万不要，投资的钱不借。借钱是这个是第一是看亲情，第二是这个救急救命的钱，啊，这个一定是要保持这个原则。我其实特别赞同道长您的这个观点哈，因为我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你看道长说，虽然这种情况下我们明知道借出去的钱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回不来的，因为赶上冲太岁这样不好的一个大环境嘛。对。但是有些道义担当，对吧？或者说职责所在，或者有些就像道长您讲的，那就是给别人就是救苦救难甚至救命了。对，那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做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道长，我也听过这样一句话，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哈，有人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日常每天都在行善，其实太岁对你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作恶的人，你每天时不时的都要做一些恶的事情，那别说犯太岁的这一年了，可能在平时你也不会有太好的这种结果。对，所有的你的这个生活日常，实际上都是在修行，并不是说你修行都是在深山老林里边就是修行。那么在这个红尘当中也是在修行。那修行修的是什么？修的是因果。这个就像一面镜子，那你修的好的这种方面，你就会有好的这个果来反射回来；修恶的果，就会有恶的东西反射回来。那如果整天的小偷小摸、杀人越货，那一定是牢狱之灾，甚至这个要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的。你怎么去拜太岁都没用啊！恶人他天天去做坏事，怎么拜都没用啊！这个你天天做好事儿，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也算是行善积德，拜太岁，那就会有好的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啊，这个你做了坏事儿，那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跑不了。那你天天做好事儿，那一定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这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因果。啊，不要觉得你做了一个坏事，想着别人不知道，啊，这个就会逃过这个惩罚，不是的。俗话说“头顶3尺有神明”嘛，这个一定还是要日行一善，多做善事儿。
比较好。好，各位大家啊，这个我是三亮道人。那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2025年乙巳蛇年啊，这个一些属相犯太岁的问题，怎么去帮您去趋吉避凶，去化解太岁啊？如何让犯太岁的这个年份能够顺利的更好的度过？好。那也欢迎大家那个收藏我们的频道啊，这个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有什么问题呢？我都会给大家以免费的解答。那好吧，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感情方面的这个运势。那属猪的人呢，他在25年，因为他这种冲太岁，他的能量对抗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在情感婚姻上也会这个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啊，尤其是情绪容易会变得比较敏感啊，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和伴侣发生一些这个争吵，那甚至呢会出现冷战呐或者分离啊这种情况发生。那尤其呢是在凶星灾煞星的影响下，他这个在情感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误解呀，或者是信任危机这方面的问题。那对于单身属猪的人来讲，啊，那这一年也是不理想的。虽然呢，这个属猪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新的这种感情的这种机会，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它也是这个会比较短暂，或者是不适合啊这种情况的这种。也会有桃花运，但是不长久，所以建议呢，属猪人多花时间呢，在这一年多提高这个提升和拓展自己的能力和学习方面的东西，那应对未来的这种感情发展做好准备。那道长，这中间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相信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会比较关心这样的事情。你看。在犯太岁的年份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多事情都不顺畅的啊，工作、职场、财运、投资，对吧？甚至待会儿咱们可能还会聊一聊健康的问题。那我觉得像工作呀、发财的机会呀、做生意的机会呀，这些在遇到不好的年份，我们稳妥一点，缓一缓都没有问题。那感情怎么缓呢？这个就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今年就在明年的乙巳蛇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一眼就相中了一个姑娘。你说这事儿咋办？咱往后放放，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感情压住，那万一错过了呢？说一个好姻缘不就错过了吗？那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完全就是。碰到我喜欢的人，我也有意的，哎呀，走，我赶紧躲开。还是说，道长，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我，能不错过这么好的这种姻缘，这么好的机会？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会很纠结这个问题了。是，如果要是，碰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对象，那在这个犯太岁的年份，或者说没有春的这个年份。这个民间说是不结婚啊，这个结婚的不太好，怎么去化解这个方面的事儿？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如果这一年没有立春，但是呢，已经年龄不小了啊，这个双方家人呢又特别的着急，想在这一年结婚怎么办？我们的这个破解的方法呢，就是提这个红色的灯笼去接新娘。一直到这个婚礼的现场，让这个灯一直亮着。那如果没有这个红灯笼呢，就可以拿一个这个手电，上面呢蒙上这种红色的纸啊，或者是红色的布啊，照着去接新娘，就化解了无春煞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用这种方法去化解。那么刚才你讲了，如果你在这一年犯太岁的又特别的厉害，尤其是属猪的。不适合这个结婚或者谈朋友，那么我们可以做一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
来化解这个就是冲犯太岁对婚姻感情不利的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造成的影响，用这种方法是相当好的。对呀，你想，如果我今年犯太岁，遇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吧？然后那有一位朋友他不犯太岁，那我不就没机会了？他给抢走了。那道长您说，实际上我也是可以通过咱们做一些这种采取一些措施，对吧？对吧？拜太岁啊，甚至那有没有专门针对这种姻缘方面的？就是对我的这个更准确一点，我就是求姻缘的啊！我这会儿我今年犯太岁了，但是我就是想去谈恋爱，甚至想去结婚，有没有这种更专门的针对感情方面的一些方法的？道家的法事这个还是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总是谈不到朋友找不到合适的，做一做这个催桃花的法事，我叫招桃花的法事。那有的这个两口婚姻出现了问题，总是吵架，整天闹着要离婚，怎么办呢？我们做一做这个婚姻和合的法事。婚姻和合就是夫妻关系的这种更加和谐，更加和谐，也是可以调整的。对，都可以。那我觉得这个在犯太岁的年份里边挺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您看刚才道长您说了，在犯太岁的这一年里边，几乎是事业不顺，职场有小人不顺，生意投资不顺，感情会有波动。那这么多的事情都不顺以后，我们经常说家和万事兴，但是反过来，当你万事都不兴的时候，其实家庭也是很不容易和睦的呀。就是夫妻之间可能也会，因为整体的你的状态就不好嘛，压力大、焦虑是吧？对。可能过去年份好的时候，夫妻俩这个说说话呀，一块出去旅游啊，去这个有很多增进感情的方法。但是，一旦这种压力太大了以后，可能夫妻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特别的紧张。那这种紧张呢，又应着咱刚才说的那句话：家和万事兴。但是家不和，这可能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我想这个时候，如果说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让我们的小环境、社会的经济环境咱们管不了，大环境咱管不了，但是能让家庭和睦了，对，是不是慢慢的，它也能起到一个，就带动了，慢慢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所以您刚才也讲到这个，还有能让这个夫妻关系更加和睦的这样的，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事情。是实际道家法事很多，你比如说这个财运不好了，我们可以做一做补财库的法事，这个还可以还阴债，就是过去的这个前世今生一些这个欠别人的债不好的都可以通过这个道家的法事来清理这些不好的因素对自己造成的这些影响。那么我们还继续讲这个属猪的这个在今年这个感情上一定要注重沟通和理解这个伴侣能够更好的和这个伴侣能够和谐的这种相处尽量的去避免因为琐事而发生的一些这种争执或者是矛盾通过真诚的这个对话来解决分歧。此外呢，还可以在家里面呢摆放一些象征这个和谐美满的风水用品，比如说粉色的水晶球鸳鸯的摆件，以提升这种感情运势。那实际上也就是在风水上，我们也尽量的去调整好把这个不好的年份，我们给它这个尽量的给避免和化解掉。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呢是正在播出2025年如何犯太岁这个详细的讲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问我事业呀、财运健康感情风水都可以这个提出问题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我会及时查看，免费给大家解答。好，我们继续那说说这个刚才说了这个事业感情财运我们讲讲这个健康吧。那在2025年乙巳蛇年，那健康上面呢，我们特别的要注意这个
意外的伤害、伤灾，啊，因为这个冲太岁属猪的确实犯太岁是比较厉害的，容易出现血光伤灾这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些手术、一些病灾这方面的事情，会有，它会因为它冲太岁能量很大，所以它会激发这种不好的这种事情，加大它的这个风险，尤其是一些有这种疾病的啊，有这种比如说突发的，比如说阑尾炎呐这个肾炎呐这一类的这方面的疾病，还有一些呢容易因为它是火嘛，4是为火年啊，地支五行为火，还容易出现一些，尤其是一些男同志啊，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冲太岁带来这个凶星啊，岁破星和这个病符星，所以它暗示着它属猪的这一年啊，可能会面临这种病在这种这个复发的这种情况啊，还要注意呢，就是这个交通啊，交通出行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尽量的属猪的这一年不要往哪儿走啊，比如我想出去旅游啊，东南方向，尽量的避免往东南方向出远门旅游。哎，这个道长我还稍微的了解了一些，是不是因为这个每一年其实太岁星君它是有方位的？对呀，每一年太岁星君都有方位。那么25年乙巳年，它的这个太岁星君的方位就是在你所在地的东南方向。哦，所以说以我为原点，对我的东南方。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犯太岁的这个年份，因为明年呢，尽量的如果你的属相犯太岁，尽量的在你出生地或者你所在地啊，你常年，比如说你常年是在这个新加坡啊，那你尽量的就不要往新加坡的东南方向出远门，尤其是旅游啊，这个旅游以后都可以旅游，但是今年呢，要把自己老老实实的啊这个工作啊，这个把家庭给这个安顿好啊，不要往东南方向出远门就行啊，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出行计划的话，要调整，你要选择一下方向了啊，选择方向，选择这个，比如说西边呐、东边呐、北边呐都可以，但是东南方向尽量。这个大家要记清哈，因为明年的太岁星君的方位是在东南方，所以我们要刻意的去避开这个方向，对吧？那道长，我刚才还听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属猪的朋友在乙巳蛇年这个冲太岁的时候带来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啊，我刚才听您还讲了一下，其实这个健康问题好像还不仅仅是各种疾病给你带来的健康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出门了，哎，可能你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崴了脚，交通中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车祸，对，这些也都属于这个层面的，对，都属于犯太岁，容易造成了这种问题。所以说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而且这个除了这些，这个冲太岁的这些年份里边呢，还容易造成什么精神上的一些压力，那精神上的压力对这个属猪的人健康会造成也是不小的影响的。所以呢，可能会因为事业财务的问题而发生焦虑，长期处于这种压力的状态下，容易造成这种这个睡眠不好，这个免疫力低下，所以呢，要合理的释放这种压力，通过运动冥想旅游来缓解这个自身的这种身心的这种状态。现在这几年，道长您也知道，整体的，即便是放眼全球吧，整体的经济也都不是特别的好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再加上呢，还有很多地区的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其实本身大家的压力都很大了。对。那再赶上，如果你再赶上你犯太岁的这种年份，对吧？那你诸事不顺嘛，诸事不顺，最终肯定要这种压力要释放在每个人的身上。
那其实这种精神健康确实是越来越成问题了啊！很多人你看，像我的朋友里边很多就经常谈到说，哎，你最近休息怎么样啊？失眠不失眠呀？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了啊。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再加上风水不好的情况下，得抑郁症的特别的多，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越是发达国家，这种得抑郁症的人越多，啊，这个第一呢，风水上，啊，会出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什么呢？大部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家里边那个环境，住宅环境啊，东南角缺角，或者是厕所，然后正北还是厕所的，这种风水的环境，极容易造成这种造成这种情绪压抑、得抑郁症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再加上这种犯太岁的年份，那可能会造成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就很容易在这一年可能会更严重，或者是没有抑郁症的，在这一年就会得抑郁症。道长，您说到这，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啊，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是一个女同志，就是她就是每天就陷入了，当然家里边也确实有很多事情，但是整天就您说的，陷入到一种很焦虑的状态里边。这个尤其是晚上休息不好，失眠，一醒啊，入睡很困难，还没睡着好一会儿呢，然后又醒了啊，一夜能这样醒好几回，基本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然后慢慢的这个皮肤啊掉头发，脱发很严重，那已经很严重了。哎呀，然后每天就是那种你就能感觉到还有比如说朋友们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什么，你就能感觉他走神儿。注意力不集中，一会儿你还得叫他，哎，你这会儿又想啥了，是吧？后来呢，这个也是一个朋友给他推荐的呀。后来就是，有一个比较懂行的这个朋友啊，对风水稍微有一些了解的，就说，哎，你家里边就问了问他家卧室的情况嘛。后来还真有了一些门道的东西，就是他那个因为这个女人嘛，她这个日常化妆啊，对自己这些比较多。后来呢，就是那个朋友就通过他说你拍一些照片吧，把你的卧室拍一些照片给我看一看。后来看了以后，那个稍微懂一点的风水的那个朋友就告诉他说：“您看您这里边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他当时就给他讲了2个问题，一个呢，他说：“您看您的这个窗子，对吧？这么大的一个窗子，然后你的床呢正好迎着这个窗子，那咱就不说风水不风水，每天光线那么亮，对吧？啊，早上可能5点多。”大家正困的时候，对吧？但是这个光线可能就进来了，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他说：“您看您的这个梳妆台，就是他经常化妆的那个地方，就在你的床头，对吧？搞了这么大的一面镜子对着你，啊，就如果你侧着躺的话，一睁眼差不多就能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那你这个肯定也会影响到这个您的睡眠质量。那我结合刚才道长您提醒的这个，我感觉是不是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尤其是你每天待的时间特别久的这种小环境，它也一定是有影响的，你也一定是要做调整。当然影响。什么是风水？风水就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你造成这种磁场的影响，这都是风水。他说的很有道理啊。那你这么大的窗户，你天天的这个窗户开的那么亮，这个。早上4、5点可能这个就亮了，你又睡不成，外边天天的，比如说离马路特别的近，过汽车干什么的，呼呼呼的，这叫声煞，也叫光煞，这实际上都是风水因素。我们总结个词叫风水，实际上它就是这种环境的这种能量。那有这样的，那你肯定是休息不好，外边乱糟糟的，窗户再没有弄那种遮光窗帘。所以呢，卧室里边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窗帘拉严，不要让这个外光透进来，要安静的地方，啊，这样才能休息好。那我在这个山上修行，很多人去找我啊，找我呢在山上住，在山上住的话，他们觉得，哎呀，为啥在这儿我睡眠这么好，这么安静？就是因为安静啊，没有那么多嘈杂的声音。啊，才会休息得更好，这就是风水，啊，风水调好了，
啊，再加上你这个犯太岁的这些给化解了，哎，这一年你身体也会好，啊，这个也会这个事业各个方面都会好，心情也会好，精神也会好，一切这就是一顺百顺。啊，那我还真的风感觉水一点都不迷信，它是科学。对，感觉这种环境，你看，按照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你看每天几乎就待在2个小环境里边，一个是自己的居家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呀、公司呀、工作室呀。那你差不多一天24个小时，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这2个小环境里边待着的，对，没错，对吧？对。那道长按你讲的，如果这2个小环境里边存在着一些不那么和谐的、不那么顺畅的因素，那它这个不好的东西就相当于时时刻刻就在影响啊。对，就是煞气嘛。你比如说你做这个，你的办公室，你的这个办公桌上面有个横梁，你就是不懂风水，我相信你坐那时间长了，觉得感觉不舒服，太压抑感啊。对，所以风水里边我们就说什么呢？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必有其气，有其气必有其事发生。那你上面天天有个横梁压着你，你的工作就不可能顺。为什么说那个睡床，哎，我们尽量的放南北方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地球的磁力线是南北，地球是有磁力线的，对吧？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南北方向这个运转的。那你睡觉的时候，睡床南北睡，你的身体就和磁力线是平行的，你身体就不容易出问题。如果你的睡床是东西放的，那是不是就切割磁力线了？对这个身体就不好。实际上，风水是个自然科学，这也是相冲啊。对呀，这也是相冲嘛。所以说，你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能理解这个十二个这个地支，12个也就是12个星座。那你冲犯了这个星座，行了这个星座，克了这个星座，那一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不好的问题。其实按道长您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在犯太岁的这一年，和太岁星君不相合、相冲也好，相克也好，其实就像我们屋里边那一扇窗子、一面镜子的这种不和谐，它其实虽然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一样。我们易经里面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你大有大的这种太极的环境，小的有小的太极环境。那么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这个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太极环境。你这个房间也是个大的这个太极环境，我们这个社区也是一个大的太极环境。那我们这个城市更大一个太极环境，所以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所以对我们像今年这个生肖属猪的朋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在乙巳10年要犯太岁的朋友呢，那其实我们不仅仅要调整好这种大的环境，也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小的自身日常的小环境。对，小的日常环境，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家里的住宅风水，哎，调顺了，调好了，哎，就会也顺起来。然后呢，犯太岁了，我们去这个化解太岁，拜太岁啊，做这方面的法事啊，再佩戴一个这个太岁符啊，化解一些这个病煞，防止小人，这就会很顺的。是的。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我们现在呢正在直播2025年这个如何来看待这个犯太岁这个问题帮助您怎么样了去趋吉避凶、趋利避害。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有什么问题呢，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好，我们最后说个这个方法吧，就是这个化解太岁的这个具体的方法。我们都知道这个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呢，它这个一旦你这个属相犯了太岁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挑战很多的这种不顺。那属猪的人因为他是冲太岁，所以说他的这个会相对来说呢会比较
厉害一些，用这些方法呢去化解这个冲太岁的这个方法，起到一个趋吉避凶啊、逢凶化吉的这种作用。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那属猪的人呢，这个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啊，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化解的这个事宜，不要因小失大啊，别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后悔。那具体有效的方法，我给大家讲一讲。那通过这个法事，我们道家的法事来化解太岁啊，这是非常好的啊。我们都是在这个道观里边呢，这个道长啊给大家来做。这个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视频啊，回头呢可以放给大家看。那怎么去做这个化解太岁的呢？实际上就是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拜一拜太岁星君啊，意思呢就是太岁星君老人家这个照顾我们啊，让这一年呢能够顺起来啊，这样呢就可以化解冲犯太岁引起的这种口舌是非、官司、疾病、车祸、破财啊、家庭破裂的这些等等这方面不好的问题，减好这种事情的这种发生啊，能够使这个2025年能够更好啊、更顺的平安的度过这一年。那道长，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些您做法事的一些现场嘛，那如果我有一些朋友他很远呐、外地的呀，或者因为工作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必须他自己也要到我们的这个道观里边或者到这个现场吗？不用，这个是不用的，但是得需要这个做法事人的信息啊，这个姓名啊、性别、出生地、现住地。啊，这个把这些信息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在道观做。我们做完以后呢，我会把这个做法事的这个视频呢发给咱们这些善信弟子。啊，这个你像很多美国的，还有这个东南亚的，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这个国外的啊这些善信，很多我们都经常做的，啊。很多的，这个不用过来就行，效果是一样的，就无非就是我这边呢，等于是我们这个道观呢，就是算是一个这个使者啊，我们把您的这个祈福啊和这个化解啊，我们来帮您向这个太岁星君禀告，是这么一个这个形式吧。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大环境我们要调整，那个人的小环境，比如说我的居住环境啊，甚至我自己一个人也是一个环境嘛，能这样理解吧？就我这个个体，它也是一个小的阴阳环境，对吧？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更简便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这个一些有没有护身符啊之类的这些？有，只要是给我们这儿做法事的啊，我们都会赠送一张这个就是开过光的太岁金卡。那太岁金卡呢，就是可以随身携带，放在手机，比如现在我们手机一般都有壳外壳，放在手机壳里边，啊，这样我们随身携带。就是放在那个手机壳和手机之间啊，对，随身带着就可以。我们会这个做完太岁法事的会这个赠送他一张，给他寄过去，然后他随身携带，这样有助于这种平稳气场，化解太岁这种负能量发生。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风水这个布局啊，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家中啊安放一些这个就是开运啊这种化解太岁的这个法器啊，开运的这种物品啊，用于这个化解不利，增强这整体的这个运势。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呢，我们呢也会根据它不同生肖啊，给它量身定制啊，增强这个增运的这种指导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属相不一样，并不是都通用的，并不是通用的啊，并不是通用的，就是我们会根据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情况来这个量身定做吧。那我理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去医院看病一样啊。对，你虽然都是感冒了
都是这个肠胃不舒服，但是由于你个人的体质不同，你过去的病史不一样，用药不一样，这个医生也只能给你这个不同的来这个量体裁衣嘛，否则的话，他可能就说，至少可能会起不到那种应有的作用吧，应该是这样的。对啊，对啊，好，这个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这个信息，不知道能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啊，这个我会及时的查看。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也会给大家尽快的解答。那么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属猪的这个，因为25年、24年它是冲太岁，虽然它充满了这个一些这个挑战，但是呢，同样也会就是提供一些这个改变和突破方面的一些机会啊。那个冲太岁虽然说它很动荡，但是它只要通过这个合适的化解的这个机会，完全可以将这个冲太岁这个负面的影响给它降低下来，而且呢，还能尽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转移的方式，啊，能够这个尽量的大的获得一些收获，这个幸福啊、美满啊、事业上一些成功啊，所以说呢。这个欢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那个交流群来给我们这个多交流多沟通。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福生无量，天尊。